灵芝保健品买错了费钱，红曲米买错了要命。Hello， 欢迎收看丁妈深点评。今天你又变美了吗？近期又有爆炸性的新闻了。到我写稿之日起，日本小林制药的3款红曲米保健品已致5人死亡，超100人因肾病等原因出院治疗。新闻一出，给很多人造成了恐慌，因为胆固醇高的人多多少少都会听说过，甚至正在吃红曲米保健品。红曲米是一种通过红曲霉菌在白米中发酵产生的营养保健品。发酵过程会产生多种化合物，包括多种形式的莫纳可林、红色色素、有机酸和甾醇等。其中内酯形式的莫纳可林 K 跟降胆固醇处方药洛伐他汀结构相同，它可以在体内代谢成羟基酸形式的莫纳可林 K。它这种有活性的莫纳可林就可以抑制胆固醇合成的关键步骤，从而减少胆固醇的生成。除了莫纳可林，在红曲米中发现的有一些色素也可能有助于降脂动物研究发现，这些色素可能会影响脂质的代谢，导致排泄物中胆固醇、甘油三酯和胆汁酸的增加，也就是说可以增加脂质的排出，抑制合成和加速排出双效合一，效果自然也会不错。在多项临床研究中发现，补充红曲米可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约15%到34%。对于患有轻度至中度血脂异常的受试者来说它的效果跟低剂量的第一代他汀类药物是相似的。红曲米还可以减少全身性的炎症，改善动脉粥样硬化的标志物，防止主要不良心脏事件的发生。在临床研究中发现，红曲米提取物可以用于他汀类药物不耐受的患者，比如说在使用他汀出现肌肉酸疼的人中只有7%的人在改用红曲米之后会出现肌肉疼痛。研究人员分析，这可能是因为红曲米中含有高活性形式的羟基酸莫纳可林 K， 或者是红曲米中其他活性成分协同作用的结果。正因如此，红曲米提取物一直以来都是想通过自然疗法降胆固醇的人的首选。我身边有不少体检的时候发现低密度脂蛋白稍稍偏高，但是还不需要吃药的朋友会选择先服用红曲米试试。2022年，国际知识专家小组发布了有关红曲米补充剂的建议。专家组建议那些进行了饮食干预和生活方式干预，但血脂状况仍然没有达到最佳水平的人，那些不愿意服用他汀或者是其他降脂药物，或者已确诊对他汀类药物不耐受的成年人，可以考虑红曲米补充剂。但是专家组也同时强调对他汀过敏、患急性肝病或者严重肾功能不全或者患有肌肉疾病的人不要考虑红曲米。他们强调，该建议仅适用于成人，因为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可用于儿童和青少年，并且建议怀孕或者可能怀孕的妇女以及哺乳期妇女避免使用红曲米。简单来讲，就是那些不愿意用药的或者是对药物不耐受的成年人可以考虑补充的。但是红曲米虽好，质量问题非常值得关注。跟我上期点评的灵芝提取物一样，红曲米提取物也是一个大盲盒。红曲霉菌发酵的过程应该是经过精心设计和监管的，发酵的条件直接影响了活性成分的含量。比如最具活性的羟基酸形式的莫纳可林 K， 也许在一款产品中含量丰富，但是在另一款产品中含量为0。因此，即使都叫红曲米保健品，但是功效很可能大不相同。另外，灵芝保健品买错了费钱，红曲米买错了要命。在发酵过程中，如果条件没有掌控好，或者染了杂菌，那么就会发酵出我们不想要的东西。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菊青霉素，这是一种可能带来肾毒性以及致癌和致畸的对气成分。菊青霉素污染现象并不罕见。2010年的一份报告从美国主要零售商店购买的12个品牌的红曲米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1/3的产品中都发现了菊青霉素。因此，小林制药红曲风波一起来，大家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它。然而，小林制药公司3月29日向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报告中指出，导致问题的成分可能是另一种成分——软毛青霉酸。小林制药公司还表示，只有特定批次的产品中含有这种。不管是菊青霉素还是软毛青霉酸，都是工艺和质控没有做好导致的，质量没有把好关。今天可能是这个毒素，明天可能又冒出那个毒素。其实不仅仅是红曲米，发酵类的产品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点这类问题。综上所述，红曲米保健品一方面活性物质含量参差不齐，另一方面容易污染有毒物质。如果不得不继续服用的话，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密切的监控自己的肝功和肾脏
能。另外呢，也要避免同时服用他汀，以防止超剂量服用药物。很多人在检测出高胆固醇之后呢，会限制自己的饮食。然而，2022年发表在《营养杂志》上的研究发现呢，膳食胆固醇跟血液胆固醇没有直接相关性，也就是说，通过限制胆固醇的摄入，可能不能影响血液指标。有点反直觉的是，高碳水饮食可能反而会让坏胆固醇升高，所以也许控糖才是饮食限制的关键。好啦，这期丁妈试点评就到这里啦。如果你觉得有收获，请别忘了点赞、收藏，并且转发给有需要的小伙伴。咱们就到这里啦，下期再见，拜。